新春伊始，外交部长秦刚已陆续同多国外交官员通了电话，多次谈及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2号，秦刚在同日本外相林芳正通电话时强调，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之际，双方应以史为鉴，坚守初心，排除干扰，校准航向。此次通话对于稳定当前中日关系将起到怎样的作用？日前，美日荷刚刚签订了对华芯片限制的协议。在此背景下，秦刚接连与荷兰、日本外长通话，释放出哪些信号？有消息称，美国或继续拉拢韩国加入芯片阵营。面临经济寒冬的韩国又会如何抉择？来看看报道。深圳卫视注意到，近来秦刚已陆续同7个国家的外交官员通了电话，多次谈及深化经贸等领域合作。几天前，在同荷兰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通话时，秦刚就特别强调，要共同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维护开放而非分裂、有序而非混乱的国际贸易环境。胡克斯特拉也承诺，荷方将继续以负责任方式处理对华经贸事宜。外界注意到，美日荷上周在华盛顿达成协议，将限制向中国出口部分尖端设备，而同为芯片产业大国的韩国并没有参与会谈。有舆论预测，美方或再度积极拉拢韩国加入相关对华出口限制中，但对于半导体行业遭重创、出口额连续下滑、经济低迷的韩国来说，如何抉择十分艰难。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1号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韩国1月出口同比减少16.6%，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负增长。作为出口支柱产业的半导体，1月出口同比骤减44.5%，不仅相当于腰斩，且该项已经是连续5个月同比缩水。韩国日报报道称，随着三星电子核心产业储存半导体价格大幅下滑，去年第4季度三星电子半导体产业的营业利润仅为2700亿韩元，比2021年第4季度暴跌97%。行业分析师预测，除三星之外，储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第4季度亏损也将达到8120亿韩元。作为外向型经济国家，韩国经济处于严重寒潮之中。在这些数据公布的同时，韩国总统尹锡悦明确表态，政府和企业在半导体行业形势不容乐观之际，要携手合作，应对芯片价格下降和需求减弱等难题。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3号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今年将向芯片等10大韩国制造业进行100万亿韩元的投资。韩国企划财政部长官也表示，中国的重新开放将有助于改善韩国的贸易平衡。在出口贸易备受打击的情况下，韩国政府试图扩大对华出口来回血。事实上，此前韩国多次对美国亦步亦趋，包括在美国修改芯片规则后，韩国就宣布暂停跟华为的合作。然而，此举实际促成了中企基本摆脱对韩国芯片的依赖，或自给自足，或优先考虑友好国家而非韩国。对华半导体出口断崖式下跌的惨淡现实，令韩国感受到了反噬的痛苦。对此次美日荷达成的协议，韩国 YTN 电视台用的是举白旗一词来形容日本和荷兰做出的最终决定，同时列举数据指出，日本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比重占整体海外销售的33%，荷兰的这一数字则为15%。可见，两国都蒙受了巨大损失。一面是扩大对华合作的利益诉求，一面又是美国掀起的对华半导体限制阴云。韩国确需慎重考虑为美国服务是否值当。去年，韩国在纠结是否加入美国主导的芯片4方联盟时，尹锡悦就在韩国外长朴振访华之前，让韩国外交部向中方说明情况，防止产生误解。如果已经产生了误解，就解释清楚，以消除误解。分析指，如今韩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会更加谨慎考虑是否以牺牲自身利益来配合美国的对华科技战。美国是不断的来拿这个战略安全利益来拉拢这个韩国，那么这个韩国也面临到这个来自各个方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威胁，它可能是在权衡，就是美国是不是会给它更大的战略与安全的这样一个利益，或者是会来画一个更大的饼，以此让它来抵消对这个中国市场或者是与中国加强合作对它的吸引。很快美国就要进入下一轮选举，随着印太战略的落地，然后随着我们中美之间其实也在不断的加强这样一些沟通，所以我觉得未来留给韩国的时间窗口可能并不长。
经双方商定，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将于下周举行视频会晤，就中澳经贸关系等议题进行探讨。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此次会晤有望为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年内访华铺平道路。去年5月执政以来，澳大利亚县政府与中方开展了一系列积极互动，中澳关系趋稳向好。在此背景下，两国经贸往来也呈现复苏趋势。一直迫切期盼与中国市场重新连接的澳大利亚企业，也纷纷计划组团赴华，感受春江水暖。商务部综合司司长杨涛2号表示，下周的视频会晤，双方将就中澳经贸关系以及共同关注的经贸议题进行探讨。这也将是中澳两国商务及贸易部长3年来的首次正式对话。不久前呢，中澳两国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为双边关系改善指明了方向。中方呢，愿与澳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原则，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呢向前发展。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1月31号在接受澳媒采访时表示，他希望在下周的视频会晤中讨论消除贸易障碍，因为这符合中澳两国利益。澳外交部与贸易部也发表声明指出，此次会晤是稳定两国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并补充称，双方将在适当时候决定是否举行进一步会晤。澳农业部长也对会晤表达了积极期待，称贸易部长如能就农产品相关问题和中国进行讨论，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另据澳媒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会晤有望为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今年年内访华铺平道路。中澳关系在近期是有所的修复，可以说是转暖。那么这个两国这个商务或者经贸部长的会晤呢，我想最重要是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要把两国关系的改善落到实处。那么这个实的关键就是两国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务实合作要得到修复，要得到这个发展。这样的话，那么中澳关系的这种改善才有可能真正的见到成效。从2017年开始，澳大利亚特恩布尔政府和莫里森政府盲目跟随美国，开始全方位地破坏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包括炒作中国威胁论，以此为国家安全为由，阻碍两国间正常经贸活动，以及响应美国挑头鼓噪对中国进行有罪推定式的病毒溯源调查。自此，中澳关系和经贸往来骤然降至谷底。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为双边关系改善指明了方向。同年12月，澳外长黄英贤访华，14年来该国外长首次访问中国，时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他举行会谈，并举行新一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共同庆祝中澳建交50周年。随着中澳关系开始转暖，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开始增加。1月23号，一艘满载焦煤的散货船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波因特港起航，计划于本月8号抵达广东省湛江港。澳媒称，这将是中国2年多来首次进口的澳大利亚煤炭，其意义非同凡响。2020年以前，中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约4500万吨动力煤，约3500万吨炼焦煤。另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澳大利亚最大铁矿石出口商之一 FMG 集团执行主席弗雷斯特、知名葡萄酒公司富益葡萄酒集团首席执行官福特、全球最大矿产及资源集团力拓集团首席执行官斯塔德霍尔姆、全球矿业巨头必和必拓集团首席执行官亨利等著名澳企的商界领袖正准备在未来2个月内访问中国。报道还称，过去2个月内，不少中国投资者也开始涌向澳大利亚。澳中工商业委员会就称，对未来中国企业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表示期待。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2月，一项针对160家澳大利亚企业的调查报告就显示，66%的企业计划增加在华投资。此外，中国出境游的复苏和留学生的回归也有望提振澳大利亚经济。由8所名校组成的澳大利亚8校联盟的负责人也计划在7月前访华。中国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头号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的留学生也是澳大利亚的留学生的这个主流，大概占到1/3还要多。最近呢，这个中澳关系的改善，包括这个疫情政策的这个调整，那么都给了这些商业和人文的交流带来了改善的这样一个有利的契机。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为什么澳大利亚的企业界、澳大利亚的高校界
那么最近是比较积极的来华，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做出了一个明智而务实的一个选择。除企业的自发行动外，澳政府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组建一个正式访华贸易代表团。在此之前，多家澳企将计划出席于3月底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完成3年以来的首次集体亮相。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您好。同是美国的盟友，我们注意到了最近日俄加入了美国所谓的芯片阵营，围堵中国。澳大利亚则在对华政策上展现出了善意，总理阿尔巴尼斯也在筹划年内访华。您对此如何看呢？主持人好，澳大利亚对华释放出某种善意，背后有着明显的经济考量。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澳大利亚的外贸依存度，也就是进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2020年之前呈最高一度达到45.42%。换言之，澳大利亚近一半的经济依靠海外贸易，而中国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没有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最高峰时，中国购买了澳大利亚超过40%的出口产品，是第2名日本的3倍以上。这是背景。然后我们都知道，由于澳大利亚此前一边倒地站在美国一边，充当其恶华急先锋，包括派遣军舰到南海挑衅，禁止中兴、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公然干涉新疆、西藏、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外加在新冠病毒溯源上污蔑攻击中国。2020年，澳大利亚遭到了中方在经贸领域的一系列合理反制。所以，当新总理阿尔巴尼斯2022年5月上台后，他面临的烂摊子是这样的：澳大利亚当年第2季度的经济增长只有0.9%，第3季度更是降到0.6%。而根据经合组织预测，2023年澳大利亚全年经济增长或许只有1.9%，2024年则将进一步下跌到1.6%，可谓是季季跌，年年跌，跌跌不休。显然，一个持续衰退的澳大利亚经济对于阿尔巴尼斯的政治生命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事实上，如何实现澳大利亚的经济复苏，也正是他施政的重点。因此，阿尔巴尼斯也就不得不检讨澳大利亚此前对于中国的态度和政策。所以在我看来，澳大利亚当前释放的所谓善意，与其说是澳大利亚想通了，不如说是澳大利亚被打痛了。中方愿与澳方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向前发展，这是中国人一向务实的国际合作态度，但前提是澳大利亚也要表示出更多诚意。相较于莫里森，阿尔巴尼斯的确更加收敛，但我们还是看到去年11月，澳大利亚防长邀请日本加入 AUKUS 美英澳3边安全协议，并鼓吹澳大利亚与日本的军事工业一体化。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说过，澳大利亚实际上是在充当美国的化身。此外，美国计划在澳大利亚部署 B-52轰炸机。阿尔巴尼斯虽然对此不予置评，但有澳大利亚媒体就表示，这实际上是在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澳大利亚愿意成为美国出鞘的利刃。事实上，对于短期内阿尔巴尼斯能否真正意义上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正确的选择，我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那和澳大利亚相比，日本与荷兰近期与美国达成了对华芯片管制协议，韩国被认为有可能加入。日韩对华贸易依存度非常高，为什么还要配合美国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呢？这是个好问题，因为日韩和澳大利亚不一样，他们本质上都不是正常国家。日本领土上有着超过5万人的美国驻军，这意味着日本在涉华问题上难以回避美国的影响。日本所谓与美国达成协议，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技术，究竟属于日本自身经济利益的具象化，还是属于被美国集结后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们其实不得而知。更不要说日本近20多年来热切追求国家正常化，其结果完全仰仗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给日本松绑。韩国呢，比日本好一点，但也很有限。因为同样，韩国领土上有着近3万人的美国驻军，而在朝核问题上，韩国不得不依附美国来进行博弈。同时，在东北亚这个大国环绕的4战之地，韩国也需要美国撑腰来取得和周边大国博弈的资格。所以从经贸角度上来说，韩国加入美国针对中国的芯片阵营当然是不理性的。
但你如果把它理解为韩国为了自保以及能有最起码的发言权而向美国支付的保护费，这事儿也就说得通了。我在之前的评论中说过，经贸很重要，就像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1971年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理论。人们希望国家间的相互依存会带来和平，但很遗憾，这是一个基于逻辑推演出来的理论，而非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判断。简单回溯一下历史，无论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美，亦或是2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和英国，他们在战争爆发之前都是各自区域内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冷战后全世界引以为傲的全球化经贸依存并非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曾一种相对原始的状态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是为什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开始的那几周里，巴黎、伦敦、柏林、圣彼得堡的商人们依旧相信这场战争不过是小摩擦，因为互相之间有着极为巨大的贸易往来。经贸是理解国际关系的重要方式，但绝不是唯一方式。中国需要让日本、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知道的是，站在中国的对立面上，不仅将经济受损，而且以侵犯中国国家利益来试图达成的那些小九九，也一个都不会实现，只会最终成为美国的战略牺牲品。要么与美国一道沉没在强权政治、冷战思维的旧日之海，要么与中国一道驶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未来，选择在自己手中。好的，也谢谢张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美国和菲律宾国防部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增加非国内战略地区的4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据此，菲律宾境内将有共9个基地能够美军轮换驻扎，并兴建军事设施、存放和部署武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对此表示，美方出于一己私利，抱持零和思维，不断在本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是在加剧局势紧张，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裹挟利用。到访菲律宾的美国防长奥斯汀2号在马尼拉会见菲律宾防长加尔维斯。会后，双方召开联合记者会，宣布两国计划加速全面实施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同意在非战略地区指定4个新的地点供美军使用，并完成协议下现有的5个军事基地的项目建设。美国方面也已为此拨款超过8200万美元。声明称，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是美菲同盟的重要支柱，支持两国军队的联合训练、演习和协同能力。增加新地点将使双方能够更快速地应对人道主义和气候相关灾难及其他共同挑战。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today that President Marcos has approved 4 new EDCA locations, and that brings the total number of EDCA sites to 9. I'm grateful to President Marcos for this decision. 公开资料显示，菲律宾宪法禁止外国在非领土上永久驻军，也禁止外国在非建设军事基地。但在2014年4月，当时的美国奥巴马政府和菲律宾阿基诺3市政府签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军事基地对非现有的军事设施进行改扩建，以及在非存放武器弹药。在该协议框架下，首批5座基地被批准供美军使用，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地包括位于巴拉望岛的包蒂斯卡空军基地、马尼拉南部的巴塞空军基地、马尼拉北部的麦格塞塞堡基地、棉兰老岛的伦比亚空军基地和宿务的埃布恩空军基地。值得注意的是，美菲同盟关系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任内遭遇重挫，该协议的执行曾一度停滞不前。马克思政府去年6月上台后，双方军事合作出现了重新升温的迹象。同年11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先后访问了马尼拉和巴拉望岛，重申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没有任何动摇，并明确表示寻求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菲律宾国防部当月就宣布，美方已同意拨款6650万美元，在未来2年内完成对5座基地的改扩建。同时，双方还在就新一批可供美军部署和建设的基地进行磋商。首先，我们会看到美菲之间有同盟关系，在军事方面一直进行着合作。那涉及到美国利用菲律宾基地的问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是有一些推动。现在呢，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在军事基地的合作的方面在加大投入的力度，在
试图推动菲律宾做出进一步的回应，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背后反映出的，首先，不管是上一届的民主党政府时期，还是现在的政府时期，对于美国的亚太战略，都认为东盟国家、东南亚地区、南海相关的地点是所谓重中之重，所以呢，希望美国更多的借助在这个地区的重要的盟友菲律宾来发挥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呢，从美菲的这种基地的合作来看，安全并不是一个核心的议题，而是美国的战略需要才是推动这样的一种合作背后的最根本的因素。而对于4个新基地的具体位置，美菲双方都未明确透露。美方称将在与菲律宾各地方和省级官员讨论后再公开有关信息。但是卫视注意到，相关媒体报道已经勾勒出大致轮廓。菲律宾媒体《每日问讯报》指出，军方官员此前已经将3苗里士省、卡加延省、伊莎贝拉省和巴拉望岛确定为可能的地点。前3个省份分别位于吕宋岛的中部西海岸、最东北端和东部，主要面向台湾岛；巴拉望岛则面向中国南沙群岛。届时，美军将在这些基地进行轮流驻扎。作为回报，美国提出向菲律宾提供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军事援助，以便菲方监测南海活动。微信公众号长安街知识分析称，菲律宾吕宋岛北部与中国台湾岛相距仅195海里，约360公里，而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中的前5个基地都不在吕宋岛北部。从地缘上看，新基地选址不仅使美国得以监视台海和南海动向，在发生冲突时可以快速行动，也是美国填补了与太平洋盟国和伙伴的联盟网络缺口，完成了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一环，使其得以横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从战略上看，美媒在相关报道中一直强调，新基地不同于美军曾经驻扎数十年的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湾海军基地，两者曾是美军最大的2个海外军事基地。据 BBC 分析，新基地也透露出美军在该地区最需要的并非供大规模军队驻扎的基地，而是能在必要时进行补给和监视的轻型灵活行动据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雷戈里·柏林预计，美军小型海军陆战队将轮换访问这些基地，并与菲律宾同行更频繁地进行训练和联合演习。现在在基地合作方面，美国不仅仅满足对于南海的进一步的介入，所以呢，涉及到巴拉望岛，美国会延续此前的一些动向，那么未来也在开拓新的合作的机会。但是呢，这一次呢，像很多的媒体的指向所说的那样，可能美国更多的关注吕宋岛，关注到的是吕宋岛对于台海地区的辐射的作用，这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近期在军事合作方面，很明显，美国希望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地区盟友都在台海问题上，不光立场上与美国要高度重合，要迎合美国的主张，同样呢，在地区安全局势的这种影响力的方面，美国既要借助盟友来加强对于台海的力量的投射，同时呢，更多的还是要把盟友推向前台，甚至呢，当台海发生局势的变动的时候，美国希望盟友冲锋陷阵，希望盟友和伙伴能够发挥更多的支撑的作用。当然呢，这种支撑的作用是不是符合盟友和伙伴的利益，这并不是美国所关注的重点。还有分析就指出，菲律宾已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军事部署中不可或缺的支点。美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此前曾明确表示，菲律宾临近南海和巴士海峡等重要水域，地理位置具有战略意义。2023年开年以来，美国已做出多项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作。1月，美国宣布计划于2025年前在日本冲绳设立滨海作战团。滨海作战团是美海军陆战队大幅改革的重要一步，目的是让陆战队重新聚焦两栖作战的功能。按计划，美军到2030年将新建3个滨海作战团，全部部署在太平洋地区。根据美军的构想，滨海作战团大量装备无人机和岸基反舰导弹，战时可从常驻地迅速前出，沿岛链动态分布式部署，在滨海地区夺取和控制关键地区通道与海峡。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斯塔西·佩蒂约翰认为，和平时期美军在菲律宾永久驻扎大量兵力并无必要，此次获准进入更多基地，将使美军能够更好地在第一岛链内进行分布式作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提醒地区国家保持警惕，避免被美裹挟利用。中方一贯认为，国家间的防务安全合作应当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美方出于一己私利，抱着零和思维，不断在本地区加强军事部署，是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危害地区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裹挟利用。
同一天，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称，美国防长访菲期间在南海问题上攻击抹黑中国，推进美反华恶华政治议程，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的共同心声背道而驰，也与菲律宾人民加快经济复苏、改善民生福祉、发展对华合作的普遍愿望南辕北辙。希望菲方擦亮眼睛，对此保持警惕，避免被美方裹挟利用。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网站2号报道，一些非进步组织成员当天在非美防长会谈地点非国防部所在大街沿线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废除加强防务合作协议。非新爱国联盟秘书长雷纳托·雷耶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菲律宾人绝不能允许我们的国家被用作美国对该地区进行任何军事干预的集结地。美国借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挑衅，允许美国使用我们的设施，将把我们拖入这场不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冲突。前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库西亚则对媒体表示，菲律宾没有像澳大利亚和日本那样做那些事情，直接挑战中国在南海或东海的利益。菲律宾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但他也希望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得经济优势。当中美两个大国打架的时候，就好比大象打架，那么可能会遭殃的是青草，而菲律宾恰恰不想成为那个青草。菲律宾现在应该说面临的平衡术的困境，是当美方单方面不断的进逼的时候，如何更多的维护菲律宾自身的利益，并不是说菲律宾要为中国而战，或者是说要为中国来对美国进行抗衡，而是菲律宾更多的要考虑到如何更多的独立自主的做出决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并非服务于战略竞争为目标。那么如果无法保持这种良好的平衡，而被打破这种平衡的话，那最终青草的命运可能恰恰是菲律宾担心的命运。一家中国企业计划在美国北达科他州建造一家玉米加工厂，然而这在1年前原本受到当地政府欢迎的商业合作，却因美国空军助理部长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为借口的警告，从巨大机遇变成重大威胁，最终要被叫停。美方近来接连在对华问题上展开极限施压，包括联合盟友变本加厉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美国会还出台法案要终止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举动都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日益临近之时，时机点微妙。来看看报道。美国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市市长伯琴斯基上个月底叫停了一个计划中的中资玉米加工厂项目。根据声明，他将请求市议会拒绝向这一中资企业发放建筑许可，但他批评联邦政府的反应缓慢并充满矛盾。Obviously, there's going to be economic benefits for something like a corn mill. And we went through a long review process, and we finally got a letter from the Air Force just saying this is a national security concern, and it was just time to say no. I mean, not in Grand Forks. So it was a long process, but I don't think in the end, if that's a threat, it's not going to move forward. 这封署名美国空军助理部长安德鲁·亨特的信中称，大福克斯空军基地靠近拟议中的加工厂，并称该项目具有对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近期和长期风险。华尔街日报称，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月27号，然而该信没有提供中资企业是威胁的证据，也未阐述中资公司的经营活动构成怎样的具体风险。北达科他州位于美国中西部，气候寒冷。大福克斯市人口只有5-6万。据波辛斯基透露，该市18%的居民生活在贫困中，这一比率远高于全美水平。因此，当中国富丰集团美国分公司2021年在该市购买土地，计划投建玉米加工厂时，希望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市长和共和党州长道格·博古姆都很高兴，认为是巨大的机遇，因为项目将为当地创造至少200个就业机会，以及物流、卡车运输等服务的附加机会。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合作，并且完全符合美国的市场规范。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玉米加工厂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从巨大机遇变成了重大威胁？首先是因为投资该项目的富丰集团是来自中国的民营企业，但根据美方说法，该厂厂址距离美国空军大福克斯空军基地太近，只有20公里左右，约20分钟左右的车程，引发了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担忧，比如可能被中国用来监视空军基地，又或存在潜在间谍活动等。Yeah, this would be right in the north part of Grand Forks, roughly 12, 13 miles away from the Grand Forks Air Force Base, which is another important economic driver in the community.
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位于北达科他州东北部。冷战期间，这里是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主要设施。当时这里部署了 B-52轰炸机、KC-135加油机和民兵洲际弹道导弹。目前，该基地部署了隶属于美国空军司令部的第319侦察联队，拥有全球鹰和死神等美军最先进的军用无人机，担负情报、监视、侦察等任务。针对有声音称中国企业在此建玉米加工厂，可能为中国情报机构接近这一基地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去年7月，富丰集团美国子公司首席运营官埃里克·楚托拉什直接驳斥这种无端臆想：“我无法想象我们雇佣的任何人会这样做。”埃里克说，自己的公司与所谓的间谍活动扯不上任何关系。当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也回应称，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依据当地法律展开境外投资合作。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和滥用国家权力。我们希望美方依法行事，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美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可以看出的是，最近在美国国内反华的力量相互之间在进行配合，而在配合的过程当中，影响的不仅仅是我们此前关注的华盛顿圈对于中国的态度，在地方、在州乃至在民众的层面，也在进一步的出现影响。美联社一篇报道就指出，不清楚美国空军所担心的具体风险，便很难判断富丰加工玉米等农作物何以构成更大的安全隐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表示，不认为该项目构成国家安全风险，但是近几个月围绕富丰项目的争论愈演愈烈。美国国会议员还提出议案，试图加强对中国和其他外国买家购买美国农田交易的监督。《纽约时报》则指出，围绕该项目的争论说明美中经济关系变化有多么令人猝不及防。事实上，波辛斯基在去年接受采访时就曾反问：“我们要带头对全球主义说不吗？”这个时候呢，在美国民众的心中可能会出现2方面的变化。第一个方面变化是现在我们会看到的美国国会所希望推动的一个动向，那就是美国政府、美国官方在进行反华动作的时候，要获得来自于民众的所谓的理解和支持。那同时呢，也会使很多的美国民众，包括地方的一些具体的项目，在与中方进行合作的过程当中，他们首先要考虑到的是，相关的项目在推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被突然叫停、被无故叫停，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损失，这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可以说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效果。所以呢，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玉米厂，而是现在美国国内的这种反华浪潮的这种动向。有批评称，国家安全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外国在美所有企业的头顶。宣称收购的企业、农场靠近某些敏感地方属于美国的主权行为，但应提前告知投资人，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美国现在的事后审查严重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同时也严重损害了美国的投资环境。尤其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美国滥用权力将进一步打击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积极性，给两国正常的经贸往来造成负面影响。这场玉米厂风波仍未尘埃落定，它应该引起更多美国人的深刻反思。所谓的中国威胁已成美反华政客通用的大帽子，随意扣向与中国有关联的人和事。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华打压的行为近来也屡见不鲜。美媒近日透露，拜登政府正考虑以所谓的国家安全为由，切断美国供应商与中国华为公司之间的所有联系。此外，以担心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和 TikTok 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谈判，要求达成所谓国家安全协议。而 TikTok 首席执行官将在3月到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作证。有观察指出，随着美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行程临近，美方连续针对中国的施压发生的时机颇为微妙。微信公众号补一刀就刊文指出，人未到，生已至，一边说要沟通，一边不忘施压，是美方的常惯套路。布林肯的访华的行程，中美之间的高层互动，一方面反映出的是中美之间的共识的落实，是此前领导人面对面会晤所达成的成果。但另外一方面，在落实的过程当中，正是因为美国国内有推波助澜、有施加影响的这种声音，有一些反华的力量在抓住这个时机，在不断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甚至为了一己私利在进行一些动作。那么对于中美关系在下一步如何保持稳定、重回正轨所产生的影响，这恐怕呢是双方都要承担一定代价的。尤其是对于美方来说，美方未来的对华政策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进一步向负面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在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布林肯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的讲话中，继续散播中国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谎言。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号予以坚决回击。毛宁表示，美方有关言论罔顾基本事实，诋毁中国的宗教政策，充满意识形态偏见，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反复炒作涉疆的谎言谬论，只是为了以疆制华，给遏制打压中国制造借口。国际社会对此看得很清楚。我们敦促美方尊重事实，停止利用所谓人权、宗教、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发展。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北达科他州开工建设的一家中资玉米加工厂被美空军警告构成重大威胁，面临项目流产。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美国偌大的一个农业州容不下一座中企投资创造就业的玉米加工厂，这是多多怪事。但是呢，这确实就是正在全球最大经济体发生的现实。那么，如果不是北达科他州那2位参议员选择公布内部的评估信，那么尽管所谓玉米厂的安全喧嚣已经扰攘了一段时间，但是大概谁都想不到，项目最大的阻力竟然是来自美国空军。那么这封评估信的署名者是美国空军作战部长助理安德鲁·亨特，他明确判定这座建于小城大福克斯的中资项目构成重大威胁，英文所谓 significant threat。那么号称全球军力最强大、战机最先进的美国空军，真的就能脆弱紧张到要跟一家合法合规投资的玉米加工厂过不去？我个人认为，对这一奇葩事态它所带来的影响与警示，至少是在3重层面展开的。首先，对所有准备开拓美国市场，甚至有意在美国发展的中企中资，这都是当头一棒。在美投资经营的门槛正在被迅速抬高，营商环境正在持续的恶化，那么会面临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飞来风险与不确定性。那么还能不能好好做生意呢？这将会成为希望进军美国的中企中资必须要回答的灵魂拷问。那么其二，这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很有说服力的观察样本，见证中美关系的紧张现状如何在经济领域持续制造各种干扰、扭曲乃至麻烦。《纽约时报》昨天就感慨，中美经济关系变化之快，着实让人猝不及防。2年前，这家中资玉米厂项目落户大福克斯市，北达科他州的这个州长以及小城的这个市长都到场祝贺，称这是双赢的项目，将为当地创造众多的就业。甚至在去年遭到质疑之时，职业冰球运动员出身的小城市长博钦斯基，他还有底气为项目在站台叫屈。难道美国对全球化说不要从大福克斯开始吗？但是我们也看到，正因为压力空前，现在呢，这位市长与州长都扛不住了，表态要叫停项目。所以在我看来，这家在建玉米厂的命运起伏，见证的恰恰是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那么第三，我认为也是最要紧的一个追问，这次呢，拿安全说事儿下场干预中资项目的，为什么又是美国空军？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美国空军要跟一家玉米加工厂过不去？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亨特的这个评估信他判定玉米加工厂是所谓的重大威胁，将会对空军在该地区行动产生重大影响的近期和长期的风险。那么至于这重大的影响有哪一些，近期和长期的风险是什么，评估信呢并没有明说。但是美媒自行脑补的一个关键细节就是，美军在当地建有大福克斯空军基地，而在建的玉米加工厂和它的直线距离不超过15英里，也就是24公里。那么20公里外的玉米加工厂如何威胁到美国空军基地？这其中的逻辑与理据，大概也只有美国空军自己才能给出解释。但是呢，如果我们联系到美国3大电视网之一的 NBC 最新爆料，你大概就会明白，为什么总是美国空军在找茬，在拿所谓的安全威胁在说事儿。NBC 上周五拿到了美国空军10大2级司令部之一的机动司令部司令的一份军类备忘录。那么备忘录就预判中美2025年将会有冲突的风险。为此坐拥500架战机的机动司令部全军要做好战备，并且呢，这份备忘录还就战备的具体要求以及进度复核做出了规定。所谓望战必危，那么军人练兵备战这是天职，但是瞄准所谓头号假想敌，恨不得把这个战字刻在前额上。
那么当然就是各种疑神疑鬼了。进而言之，美国空军如此疑神疑鬼，如此风声鹤唳，一方面有表演加戏的成分，为加码讨军费在制造各种口实，那么另一方面当然也是美军所谓对华进逼的这种惯性使然。奥斯汀上任伊始就将中国定义塑造为 The Pacing Challenge， 所谓紧迫挑战。中情局局长伯恩斯昨天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说，再度指责中国是美国的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那么在如此浓厚而且是自我强化的对华挑战氛围之下，美军变形夸张动作肯定少不了。那么这对中美关系，尤其是两军关系，当然很危险。美防长在访菲期间达成协议，菲律宾将向美再开放4个军事基地，这也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您对此如何看？美媒在报道奥斯汀访问菲律宾的行程时呢，都在强调这样一个数字背景：这已经是美国防长任内的第7次亚洲行。菲律宾再向美国扩大开放4个军事基地，这呢实际上也是拜登政府在持续经营施压的一个结果。去年11月，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参加完 APEC 会议之后，那么就转飞菲律宾访问，而且呢，他这一次访问行程的一个特别安排，就是呢乘坐直升机前往巴拉望岛，并且对菲律宾的海警边防人员喊话。这次菲律宾向美国开放的4个军事基地位置敏感，除了距南沙群岛最近的巴拉望，那么就是被美国媒体特别强调距台海最近的吕宋岛。我在前天的节目中也曾评论，美国正在2个层面对中国展开前所未有、力度空前的围堵遏制。一个呢是在军事安全层面，一个呢是在芯片、人工智能等等尖端技术领域。美国主要的遏制手段之一就是呢裹挟更多的盟友以及所谓的伙伴，拉遏制围堵的小圈子。现在呢这2个层面的围堵链都已经接近形成闭环。对于菲律宾向美扩大开放军事基地，那下一步要重点观察的就是美军军力军备的介入程度。如果美军的攻击性武备，包括最敏感的中短程导弹，也能部署到吕宋岛的相关基地，那当然构成直接威胁台海安全的非常事态。网媒商业内参昨天甚至刊出了这样的一个刺眼的标题 ：New U.S. Marine units are taking position on key terrain around Taiwan as tension rise with China。 在对华紧张持续升温之际，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最新编制队伍正在台海周边重要场域在前置卡位。此前呢，美军已经宣布将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进行军力重整。那么接下来，海军陆战队一支滨海作战团也在规划今年春天在吕宋岛与菲律宾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演习。那么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美军的最新动向。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